40岁以后呢，每10年会流失8% 的肌肉，那到75岁以上呢，会流失15%。8% 跟15% 好像听起来没什么感觉。我们一个民众体重50公斤来算哦，75岁以上呢，就相当于7.5公斤了。要怎样去摄取会比较适当？有一个口诀，好，那就是呢。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量与基础代谢率逐渐下降，高龄者不仅容易流失肌肉，可能因活动减少而导致体重上升或营养失衡。因此，如何在维持健康的同时，兼顾增肌与减重，成为银发族及其照顾者关心的课题。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营养师谢淑芬小姐来为我们解析高龄者如何透过饮食的营养策略，达到健康增肌与体重管理的目标。淑芬营养师您好。你好，请问营养师啊，就是说在高龄者的肌肉问题流失呢，会有多严重？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的肌肉率呢会自然减少。所以在40岁以后呢，我们每10年会流失8% 的肌肉。那到75岁以上呢，流失率就更高了每10年会流失到15%。哇，所以这个就蛮严重的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8% 跟15% 好像听起来没什么感觉。假设我们一个民众体重50公斤来算80% 的话，就等于10年流失了4公斤。75岁以上呢，就相当于7.5公斤了。所以这个肌肉流失真的是蛮严重的。当我们肌肉不够的时候呢，我们走路就可能会觉得脚没有力气，那就不想走路，或者是走路容易跌倒。那还有免疫力比较低下，就容易感冒啊、生病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真的需要我们好好来重视。那现在也有很多高龄者，他们也有这种肌少症的问题，如何再从这个饮食方面去补充更好的营养？现在有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有这个肌少症问题，四肢小小的，然后肚子大大的，就像一个贡丸插了2根筷子。当我们的脚像这个竹竿这么小的时候，真的走路是没有力气的所以我们建议长辈一定要饮食加上运动，有吃的对，然后同时呢要散步每天有散步的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脚的肌肉比较不会萎缩。假设我们是50公斤，你在走路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是承受50公斤的重量所以长辈的话就建议适度的散步，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阻力运动像一些弹力带或者是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就多提2瓶水，这样也是叫重量训练。对，像一般高龄的老人家他们在饮食方面，他们会因为担心怕胖，所以去减重。像这样的话，会影响到肌肉的这个问题吗？减重是全民运动所以而且是女生的一辈子的志业其实现在不管男生女生都想减重不管是年轻或者是年纪大的民众都想减重。那减重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话，我们减的是脂肪还是肌肉？正确的方法才可以正确的把脂肪减下来同时呢维持好我们身上的肌肉。是，在这个增肌与减重之间，它最重要的这个营养的关键原则是什么？一般民众在减重的时候都想说少吃多动少吃热量高的食物是对的那但是呢，我们很多的营养成分呢就不能减少，6大类的食物都要吃到不要只有吃到某一类像长辈就很容易就只有吃到淀粉类像有时候我们就煮个稀饭，然后加一个玉米再吃个南瓜就这样当做一餐那其实这样的饮食里面通通都是淀粉那尤其蛋白质的食物不能少吃了蛋白质的食物呢，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肌肉萎缩的情形很加剧还有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等等这些那一般我比较会建议说，我们是把零食还有这个宵夜把它减少那这样子就可以好好的达到这个增肌减重的目的。请问6大营养素是指的是哪一些呢？6大营养素的话，就是我们的均衡饮食那6大类包括像我们的全谷杂粮类、糙米饭、五谷饭这些，还有根茎类的食物那再来就是豆鱼蛋肉类那这个是补充足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的蔬菜类，还有水果类那再来就是乳品类一天要喝到2杯牛奶再来就是油脂
好，就是有我们6大类食物。好，那我们在摄取的时候呢，有一个口诀，好，那就是呢，早晚1杯奶，好，每餐水果拳头大，蔬菜比水果多，饭跟蔬菜一样多。豆鱼蛋肉1掌心，坚果种子1茶匙。把握这样的6大原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均衡的摄取我们该吃的营养素了。是，那这样子这个6大的口诀我要记住了哈。好，那再请教营养师，就是说高龄者的这个蛋白质方面啊，要怎样去摄取会比较适当？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来计算，就是用我们的体重来计算。健康的民众的话，我们每公斤是摄取1克到1.2克的蛋白质。好，那如果当我们有这个慢性疾病，或者是在希望能够增加肌肉的目标的话，是可以把摄取的蛋白质提高到1.5克。好，因此呢，我们一位60公斤的长辈一天就需要到72克的蛋白质了。那除了蛋白质方面啊，那这个在营养方面如何去摄取这个肌肉，还有包括健康的减重呢？什么样的特别重要？我们一般会建议民众除了这个蛋白质的摄取之外呢，像维生素 D 的摄取也非常重要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的合成哈，还有我们这个帮助我们骨骼的健康。那这个维生素 D 呢，其实我们一般晒太阳就可以了哈，所以鼓励我们的长辈呢每天可以晒太阳10到15分钟。那饮食摄取方面呢，我们可以像吃这个黑木耳。好，黑木耳就很适合，还有像菇类，常吃到就像香菇洋菇蘑菇这些都可以。还有像这个鲑鱼像这个鲑鱼也是我们很好的摄取来源。而且这个鲑鱼它吃的时候呢，它很容易就散了，好咬好吃。好，还有这个秋刀鱼也是很好，秋刀鱼也是很适合的，这个也有丰富的维生素 D。那还有呢就是无锅鱼，那还有鸡蛋这些都是很好的摄取来源。那同时呢长辈呢这个钙质的摄取也非常重要。如果钙质足够的话，会让我们的稳定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肌肉，同时可以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症。钙质的来源我们可以从牛奶，还有这个小鱼干小鱼干来摄取。那同时呢维生素 B 群的摄取也非常重要。好，那 B 群呢可以协助我们能量的代谢。那 B 群呢我们会比较建议从这个糙米饭、五谷饭这些全谷杂粮类的食物，还有豆类的食物，还有深绿色蔬菜。那同时呢这个 Omega 3的脂肪酸也非常重要。好，那这个 Omega 3的脂肪酸呢具有抗发炎，促进这个肌肉的合成。所以深海鱼里面都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3的油脂。所以建议我们除了蛋白质摄取之外呢这些营养素都能够同时考虑在我们的3餐的饮食里面。是，那一般高龄者他们的牙口都不好。对，好，那消化系统也会因为老化的问题，所以它会消化比较有点状况这样。那有什么饮食方面可以给他们建议呢？在高龄者的饮食里面的话，我会比较建议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质地比较软的食物。好，就像这个嫩豆腐，还有蒸蛋，好，鱼肉都是很好的来源。蔬菜的方面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瓜类的蔬菜。好，就像冬瓜，好，还有这个大黄瓜，好，还有像白萝卜、红萝卜这些也都是很好的这个蔬菜的来源。好，那水果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质地比较软的水果。再请教营养师就是说现在吃素的人口很多，那如何在这个补充油脂方面的饮食来对他们比较有帮助？我们吃素食的民众的话，我们就是把那个肉类的蛋白质换成植物性的蛋白质。那同时呢，煮菜里面呢一定要把油加进去。好，像炒菜里面一定要有油，还有我们煎豆腐、煎蛋的时候要有把油脂加进去，避免说油脂吃的不够，然后导致热量不够，体重越来越瘦。那在油脂方面呢，我们就建议摄取橄榄油，还有台湾盛产的苦茶油。好，那在 Omega 3的部分的油脂的话，是这个亚麻仁籽油，好，还有印加果油都是很好的来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猪脚，可是我又不爱运动，那我会有肌少症的问题吗？一般民众呢会觉得猪脚就是肉。好，那其实我们的五花肉、肥猪肉跟猪脚的皮它里面是没有
有蛋白质的，里面只有饱和脂肪。好，那很多民众想说它有胶原蛋白，那其实呢，胶原蛋白我们自己是可以合成的。好，所以我们只要蛋白质足够，水果足够就可以合成胶原蛋白。那这个猪脚跟猪皮哈，其实我们在古时候啊，都是到市场去买那个肥猪肉回来加热。好，那加热完之后呢，这一锅的就会变成很多的油，所以像是我们在吃猪皮的时候，就会想象其实它里面是猪油。那这里面油脂很高，就比较会有一些三高的问题哈，像血管阻塞的问题，还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所以吃猪脚的话呢，好，可以1年就吃2次，你的生日的时候跟家人生日的时候，1年就吃2次就好了。然后如果不爱运动的话，就我们可能晚上8点到9点看电视的时候，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走也是可以的。是。所以我的观念是错的，我一直以为说猪皮是里面有胶原蛋白，还有我就是本身我也有食道逆流，那我要从饮食方面要如何去改善？那这个食道逆流的时候呢，有可能是我们的胃的贲门没有关紧。是。好，那当我们吃的食物非常多的时候，这个贲门，好，就是食道跟这个胃的接口这边是有一个贲门。那这个贲门没有关紧的时候，我们的食物就容易逆流上来。好，那当我们吃的食物是对的，好，那就可以让这个贲门关紧。好，那什么样可以让它关紧呢？就是蛋白质的食物。所以我们的饮食中尽量选择蛋白质丰富的食物，让这个贲门可以把它关紧。那同时呢，有些民众是因为体重太重，好，体重太重，腹压太高，还有吃的这一餐的量太多。那吃完之后呢，腹压太高就把胃里面的食物挤上来，那胃酸就跑上来。是。对，所以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朋友，我第一个会建议他们，如果有体重太重的民众的话，建议他们第一个一定要减重，好，把体重控制下来。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一餐的食物的量，好，不能太多。好，像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就不要再喝2碗的汤，或者3碗的汤，或者太多的液体，让我们的胃容量真的太多。好，那第三个就是食物的种类要选得对，好，要把我们的胃养好，把我们这个贲门呢的肌肉照顾好，让它长肉，这样的话就可以改善这个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所以啊，这个均衡的营养啊，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高龄者，还有各个年龄层啊，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啊的专访啊，可以提供高龄者及家人实用的饮食与营养的建议，帮助大家能够吃得更健康、更有活力。那再次感谢谢淑芬营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给我这么多的建议跟介绍，谢谢您，谢谢。